那人闻得下方窃窃私语，又激动道：“并非如此。昨夜我等到场，亲眼所见，魏公子与韩光君并非如传言之中那么水火不容，相处反而异常和谐。众人兴致更甚，无论是逢乱必出韩光君，还是于射日之争中大放异彩的魏公子，都是如今修真界的风云人物。以前因传言两人不和，又因平日清谈会未见其有所交集，便无人关注。如今两人绑在了一起，并听闻私下关系甚好，再加上每晚同床共枕，难免不会睡出些别的感情。那人道：昨日因顾及蓝老先生，魏公子与韩光君并未同床，因此那怪象再生，半夜那一嗓便是出自魏公子。有人问魏公子每晚如此，是否伤得很重？那人回道：应当受了些伤，昨晚我等到时，魏公子正在韩光君身下，韩光君也正解着魏公子腰带，似是要检查伤处。那人说着说着便消了音，咂巴着嘴，越品越不是味儿。在身下解腰带，底下也是一片寂静。那人心中微凉，意识到从自己口中似乎说出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虽说心中是如此想的，可是说出来就有些，况且作为源头，往后不知该如何承担两家怒火。他倒并非如此，只是魏公子伤在腰处，韩光君许是要帮他揉，他再度消声，只觉误会更深。他道：我底下有人道我们懂了。那人只觉自己小命不保，你们懂了什么？他还想再帮忙解释一番，底下众人却已摇着头，嘴里嘀咕着什么，三两作伴，纷纷散去。那人心中更凉了。自那夜过后，魏无羡便很清晰地感受到，金陵台上所有的修士，无论男修还是女修，看他的眼神都有种说不出的诡异。作为一位于战场之上杀人如麻的功臣，他觉得旁人看他的眼神不该如此怜悯且暧昧。心中琢磨许久，魏无羡还是觉得怜悯二字更为恰当，心想许是那夜之事传出，众人皆知他为某人每晚都得挨那么一下，甚是可怜，因此怜悯那么一下也说得过去。只是这暧昧，魏无羡轻轻戳戳身旁的蓝忘机韩光君，问你个事儿呗。此刻两人正在路上，清谈盛会本就繁琐复杂，再加上此次由兰陵金氏主办，更是极尽奢华，宴会不断，即便蓝启人再不愿。那晚过后，他们也是同榻而眠，同房而睡，出入都是结伴而行。他这番动作颇为引人注目，方才还只敢偶尔偷偷往他们身上瞟一眼的视线，在这之后突然炽热起来。魏无羡指尖儿颤了那么几颤，顿在蓝忘机衣袖上不动了。修士们的目光也顿在那手指与衣袖的交接处不动了。蓝忘机也盯着那处，并未在意旁人的骚动，问道：何事？魏无羡犹豫道：你看看他们。蓝忘机听他的话，抬眸扫了一圈，四周蹲点的修士触及到韩光君的视线，缩缩脖子，装作若无其事的默默将头移到他处。他收回视线，问道：怎了？魏无羡问道：你说那晚过后，会不会有什么谣言传出来？蓝忘机脚步一顿，身形有些许僵硬，面色却无甚变化，是何谣言？可这话倒是真问到点子上了。路人眼中暧昧是为何？他情场高手魏无羡还是能看出来些的。就算他与蓝忘机同为男子，被人传出在一张床上睡了那么久，不多想出来点什么都对不起他们那机灵的脑袋瓜儿与这些日子闲出的狮子。他本是想自己问出来，等蓝忘机回答，谁想这人平日看着老实，关键时刻竟然打起了太极。方才还寂静无声的两人，在那几句话过后更静了。这之前的静，只是蓝忘机平日话少，而魏无羡又暂时未想到什么话来逗他，因此静了些，倒也瞧不出问题来，反而分外和谐。这之后的静，却因某些两人都心知肚明的事，掺杂了几分莫名的尴尬。魏无羡，他伸手在嘴上轻拍两下，脑中是有一闪而过给自己一巴掌的想法，手抬起一瞬，想想身旁的蓝忘机，又暗搓搓的放下，咂巴许久，还是顺着人方才的话接下去，就是我们俩之间的谣言。韩光君，你如此聪慧，应当是知道的吧？你怎么看？这马屁拍得恰到好处，既无过度恭维的谄媚，又暗地里将人好一顿夸，可谓是给足了面子，就等着人答了。只是对象为蓝忘机，
他还真，蓝忘机果然不负众望，一双过于浅淡的瞳孔直视前方，丝毫不为马屁所打动。不知魏无羡，魏无羡道不是，韩光君，你若如此，这天儿我们可聊不下去了。蓝忘机，我如何？魏无羡，无论怎样，从这人口中问出的问题都会被推回自己这边。向来在蓝忘机这边占上风的魏无羡也有些急了，他施了智一般，一把将人抓住，叫道：我们每晚这么睡，还能传出些什么来？每晚这么睡，此刻也顾不得韩光君怎么看了，旁边站着的、蹲着的、假装路过的，都瞪直了眼睛，死死盯着这边。这不是韩光君对魏公子做了什么，是魏公子对韩光君。